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个深深爱上你们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有你们相处的一个情形哦。首先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啊，对应到的这个能量，它本身有很多摩羯座的能量。也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蛮实际的人，他其实一开始遇到你们的时候就对你们很有好感，然后他心里就是对你非常的憧憬，但是呢，我觉得他的行动上是比较缓慢的，我觉得他考量很多，他是有点像是在心里默默的喜欢你，默默的看着你，但是不敢跟你告白哦。那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算是一步一脚印、很可靠的人。Seven of Pentacles，我觉得这个人他在做事上是一个很受到大家依赖的人，就是老板会信任他，同事也会信任他，会想要去跟他在同一个团队、同一个组织工作，是一个不会扯大家后腿，而且我觉得他是那种，组织或是公司内部团队有他在，大家会觉得很安心的那个人，就是我觉得他在工作上是蛮受到大家好评以及大家依赖的人。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蛮成熟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成熟不是他与生俱来的模样，而是说他之前的感情，或者说之前的这个生活经验啊，给他蛮多的一个历练哦。所以我觉得养成他现在算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他对于工作呢是蛮有热忱的，就是他会喜欢他的工作，他不是认为工作是一个消耗生命的事情。我觉得他蛮喜欢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很卖力、很辛勤的在做他的工作。那在职场上，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如果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说一些委屈要被黑锅等等的，他是属于这种比较会默默的自我消化掉，就是隐忍的这种人。他不是一个很就是情绪会爆发出来的人。那我觉得你跟他的相遇啊，很可能是透过有人去牵线哦，这个可能是一个实体的人，或是某一个网站，什么样子的网站帮你们做媒合，或是说你们在就是共同的空间，不管是线上的空间或是实体的空间，然后是很多人的那个场合，去遇见，我觉得蛮有机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啊，他第一次见面就对你有好感，这种好感呢，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去阻拦的。就是说，我觉得他在还没有深入了解你这个人的内在之前，他就已经喜欢上你了，而且有一种就是他默默的看着你出神，就是有点像是在很多人中去偷瞄你、偷看你，然后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哎，很想要一直看下去，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迷人啊？你说话的声音、做事的那个表情等等，他就是会好像盯着你眼神啊，看着你出神的感觉，然后会想到你说想到你在这个场合，或者说想到你在同样的网络空间，他就觉得好开心、好期待，他会期待跟你的见面哦。但是因为一些情况，我觉得他有一种必须要压抑他自己的情感，有可能是你跟他相遇的时候。可能你自己这边有一些，就是在往来的对象，或是他那边有一些就是有连接的对象等等的，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他的这种情感的连接需要处理，或是你这边是很多人对你们有好感，所以他在观望你们是不是真的是单身，真的是你可以去接近吗？等等的，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情况在，所以我觉得他会默默先去观察你一阵子，然后压抑自己内心的情感，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相处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这个舒服有点像是那种你们两个都回到小孩子，这边是一个 Child of Cups， 就是你们两个好像都会拿出这种内心中比较纯真、比较天真的一面去跟对方相处，然后我觉得你跟对方相遇的时候，很像是一个幻影哦。你看这边是 Seven of Cups，就是他没有想过，他会觉得说，
因为他可能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呢，他在感情上会中头奖，他会觉得那些事情，或者说他可以遇到什么真心相爱的人，他那些东西只存在童话故事里。就是我觉得他本来对于感情啊，就是没有说特别的这个期待。当然他也会，就是到了某一定的时间内，他可能会找一个对象，然后想要结婚，想要去过一生，他会想要去完成这样子的人生目标。但是其实在你之前，我觉得他没有遇到那种令他眼睛为之一亮的人。他可能也有过一些感情的对象，可是那些对象呢，有点像是说，我感觉还不错，可能有到60分的时候就可以交往相处看看。可是我觉得遇到你们啊，他有点像是中乐透、中头彩，在感情上的大乐透，就是他没有想过的一种梦想跟幻影，然后实现在他的眼前了。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事，想都没有想过的事。如果说他之前的情感对象是就是觉得感觉不错，有到60分、70分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对他来说啊，你们是超乎期待、超乎预期，就是有点像是超过100分了，是110、120，甚至是就是这种无限的爆表，一直往这个往上加上去的感觉。他可能啊，甚至之前啊，因为感情的经历，所以就是把所有的心力都投注在工作上，可能就是对于感情没有特别的寻求，也没有特别的期待。但是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真的心中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觉。我觉得他好像就是美化了你们很多很多的样子，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能你觉得你自己只有10分，他就会给你加到100分。我觉得就是在他的眼中，你们很多事情甚至是缺点，他都觉得是好的，是很可爱的，有一种就是你让他眼睛为之一亮的感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哦。刚刚说过，这个人他是一个蛮自律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做事是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而且是一个有目标、有野心的人，算是一个很勤劳的人。然后我觉得也蛮独立的。那我觉得相对应的你们啊，因为我觉得他欣赏的这个人跟他某一些特质是很像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某一方面也是说，对于你们的生活是有热情，对于你们的这种兴趣啊、工作啊，你们都是有热忱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也算是一个蛮独立的人，就是你们某一些价值观是跟对方非常相似的，而且我觉得他会非常欣赏你身上的这些特质。而且这个人呢，我觉得你跟他的缘分其实是连接的蛮深的。有些朋友会觉得，其实你跟这个人，那个连结现在已经有存在了，只是说你们两个并没有真正的看见，或是说真正的相遇，有点像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可能你们已经有过那种在街上擦肩而过，或是在网络的世界中，你们看了同样的网站、同样的版面等等的，你们有看过同样的影片、同样的讯息，就是你们曾经已经有了那个连接，你们的那个能量已经被连接在一起了。不过你们真正的一个相遇，或者是说真正的开启、加深这个连接，是要一个对的时间哦。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主动的会进入到你们的生活中，所以你们不用做太多事情去好像说要很努力的寻找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他跟你是有灵魂的契约关系，他对你是有做过这个灵魂的承诺的，所以他这辈子来这一世来，他就是要来找到你。我觉得你们不用特别的去做一些很辛苦的事，对于这段感情。而且啊，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刚刚说过，你们两个有一些非常相似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这个价值观会让你们两个连接的时候，就像 Two of Cups 一样，你们是非常有共鸣的。你们这个心中的这个灵魂啊，这个2杯子中的水啊，是可以去交流、流通、交换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种交流是可以产生更大的涟漪，是一圈一圈往外扩散的。你看这个正义牌，它也有一种涟漪的感觉。
这一排它代表的是一个，就是经过审慎判断之后的一个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呢，他这个人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思考的很彻底、很仔细，而且我觉得他下的决定是聪明的。而且啊，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负责任的感觉。也就是说呢，他会认为说他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经历到什么事情，他不会去卸责，就是说都是因为谁谁谁害我，或者都是用原生家庭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怎么样。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就是他觉得他经验到的事情，他是要负某一部分的责任的，而且他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呼应了这个 Seven of Pentacles。那我觉得在感情上，他做的选择、做的判断也是很聪明的，所以他其实在遇到你的时候，刚刚说他会有一段时间是，虽然他很喜欢你，可是他还是有一些观察，然后有一些隐忍，他不会一开始就冲到你的面前跟你表白说哇我好喜欢你。我觉得他是会去观看，然后他试图就是用理智去看很多的事情，而且如果你们有这个情感的对象的话，我觉得他不是那一种会横刀夺爱或是介入的人。我觉得他可能会等你去把你手边的这个感情啊处理掉之后，他再就是真正的对你展开一个追求，或是说如果他身边有一些关系是还在暧昧的话，我觉得他也会自己去做一个处理，因为他觉得他必须要对感情的发生跟发展负起责任，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不希望在这段感情中有任何人感觉到被骗，因为他觉得怎么收获就怎么栽，他今天以真心的去付出，他也会得到一个真心的回馈。如果这段感情一开始就是稍微有所隐瞒、有所欺骗的话，他觉得他最后得到那个回报也不是好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深思熟虑的人，而且他对于目前就是他跟你发生的在感情中的一切事情，他会觉得他是需要负责的，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中往后发展不管有任何因素影响到你们两个的感情，他都不会匆忙的去做决定，他呢是希望可以考虑清楚，然后下一个成熟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蛮聪明的人，而且他跟你是蛮有话聊的，他看事情的时候常常都是一个，我觉得他是可以以一个比较第三方、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给你们一些意见，给你们一些方法来解决事情。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去听你说话的人，他会愿意去体谅你，而且也会愿意为了你做出调整跟改变，只要好好沟通的话。然后呢，我觉得他是一个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安全感跟归属感的一个人哦。你跟他的相遇的那个时刻啊，很可能我觉得是你跟他其中一方，或者是说双方完成了一次人生的这种转折，或者是经历了人生的一次蜕变，就像浴火重生的感觉。就是你们从黑暗谷底中走出来，迎向光明的那个时刻遇到他，或者是说对方从一个他这个比较低潮混乱的时期中走出来，或者说他一个比较孤单的时期走出来，心理上的那个孤单，然后你跟他相遇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神奇很特别的时刻，因为有点像是好像两个人在相遇之前啊，虽然就是在外在各方面条件都是还不错的，然后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也都经营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感情这个层面啊，好像一直都在沉睡，就是像这个睡美人一样。好，其实你跟他可能都有过情感的这种交流，可能是暧昧啊，或是说真的有在交往的对象，但是呢，我觉得你跟他真的是两个人相遇之后才真正的醒来，在感情这一块才真正的好像苏醒了，真正的睁开眼睛了，真正懂得什么是爱。就是说我觉得你跟他相遇之后的那个时间点，人生会有了翻转，是完全不一样很深刻的爱的体验，有点像是你们在他之前所经历的那些感情，可能就是喜欢，但是没有深入到爱这么深层。
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你会愿意为了他去牺牲跟奉献的人，不管你之前对于爱情的这种态度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喜欢对方多爱我一点，然后呢，对方给我提供服务多一点，然后可以赞美我、肯定我，然后可以创造一些很精心的时刻等等的。那我觉得呢，今天你遇到的这个人，你是愿意主动为了他去做事情的，主动为了他去改变的，就如同他愿意主动为你做这些事情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人生阶段的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真正的开始。在感情上对对方也是哦，因为我觉得你跟他的能量会随着这次的结合，让你们好像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你们的眼界跟整个境界都被拓宽了。就是你们的阶段啊，你们会从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可能是灰暗的时期，或者说比较一般的时期，上升到整个发光发亮的感觉，很像是镁光灯聚焦打在身上。那这边还有出现了，这边有星星牌、帝皇牌，还有 Three of Wands。我觉得这3张牌都是一个非常这种积极的牌。星星牌呢是一个许愿哦，许愿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幸运星啊，是因为你跟他两个人都曾经经历过一个比较煎熬的阶段，然后啊到达了两个人终于相聚了，所以你们两个可以相聚，是因为你们突破了人生中你们有一些自我的突破跟自我的好像反思之后，两个人的能量终于到达这个聚集的一个高点。好，你们是最闪亮的那颗星星哦。我觉得你们会突破了对于自我的一个限制，跟这个人做一个结合。而且星星牌啊，它代表的是，其实我觉得你跟他的结合会是比你之前对爱情所期待的那个美好模样更加的美好。就如同他一样，他看到你好像中了乐透、中了头彩一样，这个几率超级低的啊。可是就是既然出现了这样子一个，就是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的身影哦，只要想到你们，他就会一直想，一直想。对于你们来说也是哦，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这个层面哦，你们会感觉人生有了更多的期待跟更多的希望，这是一颗很幸运的星星。而且啊，星星牌跟正义牌结合的时候呢，其实就代表说你们要对自己的这个爱情哦，要有期待，要有信心，要信任它。这颗星星它指引到的是美好的未来，只要你们相信这个美好的未来，到最后呢，你在这个爱情中所种下的这些努力啊，所付出的这些爱，都会获得一个正义，就是你会获得你所付出的这个东西，你付出的爱怎么收获就怎么栽，你栽种下去越多爱，你的这个正义牌就会流回来越多的爱。所以呢，这2张牌结合起来是非常好的意思哦。你跟他的这一段爱情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去期待的，它是一个好像有充满爱跟喜悦的这种未来。即使你们在这个路途中有经历一些危机，你也不要放弃，你要具有信心跟勇气去走过这一段路程。而且我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啊，在相处的时候，你们可以以一个比较好像鸟瞰的角度，就是第三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大格局的方向来看，一个往远的方向来看。很多时候，你跟他的这些小争执、就是小打小闹，它其实不是一个很严重会动摇感情根基的一些纷争哦。当你觉得好，你跟他之间出现难题的时候，就是试着好像从天空中，好像从这个幸运星的角度来俯瞰你们两个。很多时候这个难题都会豁然开朗，你会觉得你跟他的阻碍一天一天越来越少，而且会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然后要特别讲的就是这张牌的这个印象啊，你们要深深的记在脑海里，就是你要记得这段感情是有这个幸运星所守护的，所以你要用着这种幸运星的这个信心去展望你跟他的一个未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愿意，而且他非常喜欢跟你分享未来的人。他对于
跟你相遇之后，他会把你纳入他的人生计划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会这种很认真的跟你讨论你们未来的事情，包含结婚。如果你们有打算要结婚的话，他会带你去见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以及谈到一些非常实际的事情，像是房子啊、居住啊，以及孩子等等的。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实际的人，他会把你纳入他的未来的规划中，所以他未来的事业要怎么走，他也会跟你讨论。那在这边呢，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哦，你们可能在之前的生活中，好像在感情里面有这种打滚的感觉，或是说有一种纠结的感觉。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就是在我一个人很低落、很孤单的时候，都没有人走到我的生命中呢？就是我真的有对的人吗？那为什么在我需要的时候，宇宙没有把他，就是送来到我的身边呢？你们就是感觉上有一些人会有这样想，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真的之前在灵魂上跟我有过契约的人，那他为什么不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呢？要让我自己一个人去熬过这些痛苦跟煎熬。有一些人，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这样想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那其实从牌面上看起来，有点像是我觉得这一组的牌，你跟他比较适当的时候，就是刚刚有说过，你或者是他，或者是说双方都经历过这个灵魂的暗夜，然后双方都有了这种自我的蜕变跟更新之后再相遇。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跟他好像在你或者是他比较低潮的时候遇到了，做了连接之后，那个能量啊是没有办法让两个人一起去前进的，没有办法让两个人一起去携手走得很远的。就像如果我们要骑脚踏车之前，我们要先把轮子充满气，才能够骑得比较远。好，那如果这个脚踏车有一个轮子今天是没有气的，只靠另外一方就是很努力，一个饱满的轮子很努力的在骑，它是没有办法骑得很远的。所以我觉得呢，你们如果在一个很低谷的时期啊，要尽量把自己好拉起来，不管用任何的方法。那当你把你自己拉起来之后，其实你们再相遇，那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因为如果在你比较低潮或他比较低潮的时期相遇了，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走得很远。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就是在相遇的时间点，有点像是完成了一次自我的这种突破跟超越。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这种充满气、饱满的、可以活力的往前行的样子哦，就像 Three of Wands 这样子的牌。Three of Wands 就是说呢，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啊，某一方面都来到了人生中某一个很好的高度，而你们两个的连接又将两个人的人生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所以这样子的感情连接是一个非常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非常扎实的，而且它又是一个可以往前去展望的。这个展望包含了近的，可能3-5个月、1年，以及更远的10年、20年之后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好的牌，它结合了一个现在的稳定跟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然后这张牌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有这种很可以去被期待的牌，是一个很正向、很乐观的牌。也就是说呢，我觉得你们的爱情生活是蛮甜蜜的，然后它是一个很安全，就是一个有归属感的爱情。对你来说，你跟他的连接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非常非常会让两个人去珍惜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对于未来的这种挑战，或者说往前行的路途碰到的一些挫折，不管是这种家人的反对、距离啊、年龄啊、经济的问题，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怀抱的信心去克服人生中的每一个关卡。好，这边还有出现了一张皇帝牌。这张皇帝牌是大牌，它结合了火、风、土、水4大国王的4大皇帝的这个能量，通通出现在这张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有点像是
他是你的幸运星，你也是他的幸运星。然后在这段感情中，我觉得他会有一种想要去保护你。如果你跟他是一个感情的这种连接的对象的话，我觉得国王他是一个有保护欲的人，他是有他的领域，他是有他的疆界的人，所以有点像是你跟他做连接之后，你就被好像锁住在他的这个疆界内了。好，那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今天遇到的可能会是旧人，就说你之前曾经跟他有过连接，然后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你跟他一旦有了连接之后呢，你们就会永远的留存在他的脑海中，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今天是跟他断联，或者说比较少联系，不管怎么样，对他来说呢，你都是在他的这个城堡的这个他的领土之内，只是可能之前呢，你们就住在这个城堡皇宫里，在他旁边，然后现在呢，你们可能是在比较远的边界等等的。如果你们是比较少联系的话，你们可能是在边界，但是怎么样都还是在他的手掌心，在他的疆域里面的感觉。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人，他会往你的好像人生道路上奔过来，然后跟你的目标去做对齐。那我觉得有些朋友啊，其实你们心中就是刚刚听完，你可能已经有浮现，其实是有类似的人，他是有这样子的能量跟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哦。他可能是你们过去曾经暧昧或是曾经交往的一个对象，然后你跟他可能之前有一些分分合合，有一些纠结哦。那就像我说的，我觉得你们跟他的再次相遇，会在彼此经历过一个能量上的突破跟转变之后，再次的相遇。然后我们这边出现了世界牌，世界的合一，世界的完整，是你们相遇之后需要去做的事情哦。我觉得你跟他真的有很多神奇的能量，很可能你跟他就是曾经在小的时候就相遇了，后来一直错过，兜兜转转之后，你们又遇见了彼此哦。那有些人呢，你们是相遇之后一直分隔两地，然后因为这种距离的阻碍，就是有一点淡掉。但是虽然是淡掉，但是这种真正的连接是没有断的。好，在心中这个连接其实是还是持续的，所以当你们两个去经历了各自的挑战，经历了自己课题，然后蜕变成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形态之后呢，我觉得你跟他接下来要迈向的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融合，一个完整。你们必须要共同的去经营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结合之后更大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牌代表的是你跟他结合之后一个最终的目标哦。你们两个究竟想要走到哪一个方向？究竟想要去完成哪一个目标呢？不管是内在的目标或是外在的目标都好，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去追寻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因为这个世界啊。你们两个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它是非常独一无二的，是带有你们两个身上的一个气息的。然后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啊，世界结合这个正义牌，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中，我觉得很多东西，应该说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因为这个是有点像是你一直以来在寻找的一个家，它可以让你在关系中真正的得到安全感跟稳定感，还有一个被保护的感觉。就内在而言啊，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一直在追寻的一个，好像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可以让你容身之处哦。然后你会想要去跟对方做结合，是因为你们两个的这个能量结合起来，它会有一个扩张的感觉。可能你本来是一个人生活在这样子小圈圈里，你跟它结合之后，并不是这个圈圈加这个圈圈，而是两个圈圈加起来之后，它可以扩张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你是可以去扩张的。你在关系里是舒服的，当你去舒服的时候，你就可以让自己去伸展起来，不用像是你很紧张的时候，你会把自己身体缩成一团。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你在关系中舒服了、放松之后，你的这个世界的实相也会被去扩展，也会被去打开。你跟他都会因为这段关系的结合，去表现出
最好版本的你自己，你们两个会变成是一个更大的统一体，而且你要将你自己完完全全的投入在这个两个人结合的世界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会受到支持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身边的人会去，有点像是投以倾羡的眼光，有点像是这种模范的这种，就是看起来就是感情很好，模范的情侣、模范的夫妻等等的，然后是这种真真切切的很好的样子，不是表演出来给别人看的。然后啊，你跟这个人的这个结合啊，对他来说，你是一个命中注定的相遇。同样的，对你来说，我觉得他也是。那你们这当中，仍然是有一些这种分分合合的能量哦。可能是你们之前在这个前世的这种分分合合的能量延续到今生，也有可能是你跟这个人在感情上就是有必须要去对抗一些第三方的能量，导致你们的这种连接有的时候深，有的时候浅哦。有很多朋友是这个连接之前就建立好了，只是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成熟的去开花结果。那因为你们两个都还在等待一个对的时间，对的人已经遇到了，可是要有对的时间才能够成熟。我觉得到了对的时间之后，他会非常以一个很坚定的态度向你走来，就好像是他本来就已经知道你在那里，所以他不用再去摸索，不用再去找路，他就直直的走到你的面前的感觉。我觉得他对你，如果是你们之前就已经认识的话，或者是说，你们之前曾经有怎么说呢？有在这个网络的空间啊，有在这个实体的空间这种擦肩而过的话。他对你的执念是非常非常的深的，他就是一定要找到你这个人，一定要再次找到你的这个人，因为有的朋友你们是前世的印记、前世的连接，他到这一世他的灵魂中还是有这个记忆，所以他一定要去找到你，他会一定要去找到这就是你们这样子，就是要找到你，他的世界才会完整。然后你跟他相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很特别，很不一样，你会有似曾相似的感觉。然后其实两个人都有很多话聊，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像是眼神的交流会比较多，然后言语的表达可能没有那么多。那我觉得你跟他一旦连接或是再次连接之后，接下来你们就会想要去发展更进一步、更这种深层的长久的关系，你们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好，金币六，你们所计划的事情将会得到一个报酬，而且这张牌代表的是一个平衡哦，供给跟需要的一个平衡哦。我觉得你在你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会去支持你，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当他需要支持的时候，你会去支持他，你会去帮助他，你给予的就是你得到的，同样的，对方接收的也是他曾经付出的。那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蛮愿意去支持伴侣的人，包含你们想要做的事业，或者是说，如果你们想要去。有的朋友可能是你们是比较喜欢主内的，他也会去提供一个好的经济环境，让你就是在家里就是经营这个家庭生活。我觉得有的人如果是你们想要去主外，你们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我觉得这个人他是绝对支持你、配合你，不会去扯你后腿的。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会去为你遮风避雨，会想要去守护你的人。刚刚说过，他有国王的能量，他要去守护，在他领土上的这个人，所以守护他最重要的这个人哦。所以呢，我觉得就算你们曾经就是有过失联、有过断联等等，他都会再次的寻回你，再次的找到你，而且你们找到的时候，再次迸发的那个能量是非常强的。你们会去做很多事情来弥补之前两个人失落的那些日子，没有共度的那些时光。那你们两个啊，当然结合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有一些阻碍需要去克服的。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你或他的这种家庭中的一些问题，或是经济的问题哦。那
我觉得对方刚刚说过，对方可能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他会就是先有一段考量跟观察期、思索期，他可能是在评估他的状态，现在的状况呢，是不是能够就是他也不希望去扯你后腿，他是希望他一切都是稳定的一个状况哦。那我觉得。在你们没有相遇之前，其实这个人呢，一直也是为他自己的人生不断的在经营，不断的在努力，不断的让自己更加的茁壮成长，然后在各方面都有所积累，一步一步的去达到自己给自己设下的目标，设下的这个里程碑，并且去完成通过他自己人生中的各种试验跟考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做了很多准备之后。才来到你的面前的，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关系中啊，他呢，好遇到你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很兴奋的那个激情在。刚刚说过 Six of Pentacles， 它是一个付出跟给予是平衡的牌，但是其实啊，深入的来看哦，你看这边又有圣杯的守护者，虽然他的这个平衡，这种平衡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你们两个觉得这样子的付出跟接受是一个平衡，可是我觉得从外人看起来，他是一个付出比较多的人，有点像是就是你今天做了10分，他就觉得这样就够了，可是他给你的是100分，就是觉得他自己觉得说他给出100分，但是他收到10分，他就觉得这个是一种平衡，因为这个平衡是你们两个认定的，然后两个人去有默契的达到这个平衡。可是从外人看起来，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去为你做很多事情的人，就是他会好像很多东西都去答应你，然后希望你是会开心的。他其实是一个愿意为你付出蛮多的人。那同样的，我觉得他蛮需要肯定，然后他也蛮需要这种肢体上的一个肯定接触。就是说，如果今天呢，他做了很多，你们没有给他一个回报、一个称赞，或是一个这种肢体上的回馈的话，我觉得他心中其实是非常低落的。他必须要有一定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今天如果说他买了一个很贵的礼物给你，你们就一定要回报给他很贵的东西，不是这样子，就是这种表面上很公平的回馈，而是我觉得你们给他一个称赞，给他一个鼓励，给他一个微笑，对他来说那个都是超越很多金钱的一个价值，所以他对你其实是有很多期待的，但是他不会把这些期待都去说明，他呢就是对你情不自禁，想要对你好，因为他很投入到这段关系中，可是他也真的需要你们一些鼓励。你看世界牌，我觉得这个世界牌跟这2张牌放在一起，就是有一种两个人都觉得对方就是他的菜，你就是他的菜，你的这个从内在从外在，从你的这个头发到你的脚趾头，就是每一个细节他都喜欢哦。同样的，我觉得就是他对你们来说应该也是蛮有魅力的。好，即使一些缺点你们都可以没有看到，也不会去特别的挑剔，因为就是喜欢这个人，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去接受。那这个人他对感情本来是没有什么期待的，但是我觉得遇见你之后，他的那个期待又开始起来，他会把很多感情中的想望都投放在这段关系中，他是需要你很用力的去爱他，因为他有很多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你身上实现，希望可以在你身上得到满足，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因为你都被爆发出来。我觉得你很像是点燃他世界的一盏明灯，可能他在遇见你之前会觉得他的世界虽然都走在好像常轨上，外人觉得都不错，但是是一种在感情世界上就是有一个少了一点什么，就是缺少了一点味道，或是说在感情世界就是一个比较灰色比较暗淡的这种时光。遇到你之后，我觉得他就是人生从黑白变成彩色，好像所有的灯都被点亮了，然后所有的开关都被打开了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会
想要用尽全力来喜欢你，用尽全力去付出到这段感情中，有点像是这个是他的梦想的一种形式，然后他希望可以跟你去实现，跟你去完成，跟你去合作，然后他也是一个实际上会考量很多的人，包含你们的价值观、你们的饮食习惯是不是？比如说，有的人都是吃比较清淡，有的人吃，有的人都是喜欢这种健康的、清淡的，然后有的人就是，要吃都是很好，就是一定要吃好吃的，然后才会觉得开心。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平常喜欢做的事情啊，你们谈话的东西啊，话题能不能够去融合，你说的话他能不能懂，他说的话你能不能懂。所以一开始他虽然一开始看到你就非常喜欢你，但是我觉得他很多东西他是会去评估的，他会去审慎思考。重点就是他审慎思考之后，哇，发现他越思考你就被越加分，就是他本来对你是可能就觉得，哎，你这个外在就很迷人，他看到你就是莫名的被勾动。但是我觉得他越深入了解你之后，就发现，哇，原来你有那么多地方，也是他非常喜欢的，有点像是上天给了他很多这种感情上的一个好运。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抽出比较精彩的部分咯。好，我们在这个性的这个方面，对方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特征跟性格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好，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啊，表面上看起来他就是一个蛮自律的人，他可能都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规律、很固定。比如说，他可能都习惯去同一家店吃饭，或是说下午什么时间会开始做什么事情，然后晚上什么时间他会去做他的运动等等。就是我觉得他生活作息是一个算是固定的人，然后有一个流程在哦。好。但是呢，我觉得他好在感情上，就是在这个亲密关系上，非常的不一样诶。这个不一样是指，我觉得他呢一开始是一个比较隐忍的，可是啊，跟你们接触之后，我觉得他身体上的开关就被你们打开了。然后一打开之后，我觉得他有一点会看见，你会看见他身上完全不一样的一面，好像有一只狮子，好，它会大爆发的感觉。但是呢，狮子是一个很凶猛的动物，可是这张牌是一个这个女生她是可以去驯服这个狮子的。就是说，我觉得你们找到它这种亲密关系、这种性能量的一个钥匙，你可以打开，可以关掉。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你们掌握了那个秘密，掌握了那个秘诀，或者是说他把这个钥匙交给你。我觉得他在这个亲密关系上，在这个床上，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啊，他也是一个想要去好好表现的人，他不会让你失望，也不想让你失望，而且是一个充满张力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会先把自己准备好，不会垂头丧气的来见你们，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张牌。好，Nine of Swords 这个宝剑骑士哦。好，这个人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他是，如果他有表达有需求，可是你们去拒绝他，然后就是或者是对他很冷淡，他内心其实是会对你有一些不满，会有一些这种怨恨的，但是他表面上可能不会去责怪你什么，可是你会感觉到，就是他在生活中，在相处中，他就是好像有一点在跟你生闷气的感觉，有点像是他内心自己就是累积了一些失望，然后有一点埋怨，有一点积怨哦。如果你没有去满足到他的话，他如果很想要去抒发跟表达，展开性关系、亲密关系，你没有去你没有去跟他接触进行结合的话，我觉得他是会有一点在心里生气，然后不开心，就是非常的明显是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们看到宝剑五还有这个 Temperance 这两张牌哦。好，我觉得他跟你，他其实蛮喜欢去
表现，就是他很在意他的那个亲密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形象哦，有点像是你们两个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但是他要赢，因为他觉得他想要让你非常的，我觉得他所谓的赢，就是他想要让你很舒服，代表说他很厉害，他可以，哇哦，让你就是达到某一个这种身体的很高潮的一个反应或是什么的，这个是他心中所期盼的，有点像是你屈居下风。束手投降，就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希望在这一场亲密关系中，有点像是两个人的一个对战，然后他要赢，他要让你弃械投降，他要让你就是好像被弄得不要不要的那种感觉，他心中是有这个期待的。然后 Temperance 这张牌，我会觉得他其实非常的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时光，包含了你的每一寸肌肤，他都会想要去细细的品味，还有你的身体的而且我觉得你跟他的那种关系是一个它是一个有节奏感的，有步调的，会有前戏，然后结束啊，会有那个流程，可能会有谈话的时光等等的，它不是一个草率的，只为了性而性的那种关系。我觉得它是一个蛮舒服的一个过程哦。可能在开始之前，他会把整个环境都弄得还不错。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也是一张骑士权杖骑士，还有魔术师的牌。我觉得他对你啊，其实会有各种幻想，当然是幻想，会不会真的要去尝试呢？就是看你们愿意的那个配合度。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他好像蛮愿意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是在影片中看到的各种很特殊的知识，或者是不同的角色扮演、装扮等等，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愿意去尝试的，或者是说，如果你们给他引导，他是愿意去开发跟被开发的。然后我觉得这边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人他其实在择偶上他的标准蛮高的，就是他有一定的眼光，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你们绝对不差，你们绝对是那一种就算不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们也是有其他有选择，也有选择的人。而且啊，我觉得你们对于你们的生活是有某一种激情，跟某一种热情，跟某一种上进心的。我觉得他会有一种，我今天征服了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会有一个荣誉感，他会有一个觉得自己很棒的感觉。因为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事业心的人。那对于他的另外一半来说，他并不要求说他一定也是要非常有事业心。可是我觉得他呢，因为你跟他是一个匹配的能量，他也不会希望是一个就是好像浑浑噩噩啊，或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觉得所谓的上进心，就是你们对于你们自己的生活的某一块是很热衷的，或者是你们是有兴趣去投入，然后做起那件事情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到这边呢，我觉得在亲密关系的时候这个其实会去影响到这种亲密关系的流畅度跟顺畅度，因为他会觉得，好，今天呢，你们其实生活中有很多自己要忙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今天愿意拨时间跟他进行这样子的亲密关系，他会觉得他很珍惜，因为你们并不是那种无所事事，不知道自己干嘛，所以好拿来就是拿来做亲密关系也可以，不是的，是因为你们的时间是很珍贵、很宝贵，你们也有自己的目标，然后也有自己的方向想要走。那今天呢，好，你们愿意把人生中很重要就是时间它是不断流逝的，它是一个每一个人很宝贵的资产。你们愿意花时间在他身上，与他做这种最深刻、最深层次的连接，而且是一个好像坦诚相见，非常赤裸。它是一个可以透过身体的接触进行能量上的交换跟沟通。代表你非常的信任他，可以被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人很相信，然后愿意去开放自己，以及开放自己脆弱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能量会随着你们两个的交融，互相的交换，包含心理上跟身体上的各种这种能量的交换。
我觉得你们愿意对他展开这样子的开放，他其实心里会很感激，然后他也会很用心的对待你。我觉得他会，用一个蛮浪漫的态度去表现出来。可能他本身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可是如果你们是喜欢这种浪漫，我觉得他会用一个很认真的态度去经营这个浪漫，就是他可能会去看一下说，我应该要做什么来去营造那个氛围，然后照着那个模式去打造，期待出你们想要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跟关系。好，重点就是你们也要给他很热情的回馈，觉得他很棒，然后他是一个很需要你们正向鼓励跟回馈的人，还有你们的这个反应，绝对是要让他觉得他今天表现得很好，一切都是值得的。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到，我觉得很多的能量，应该说绝大部分的能量，这个人会是你们的一个正缘哦。你跟他的这个亲密关系啊，性关系，不是那种一夜情就结束的关系，你们是一个可以透过性的连接之后，更加深彼此感情的基础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如果遇到一个人，他是一个好像跟你是用一个比较轻浮的态度来展开性关系，或是一个比较随便的态度就对你提出邀约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不是你的一个正缘，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于这个亲密关系，他也是有思考的，他不是随便开放给任何一个人的，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小心跟蛮保护的人，他只愿意开放给他觉得OK 的，然后他觉得怎么说呢？有一部分是他觉得这种 OK 的，那他可能就是纯粹的，就是这种欲望上的一个结合。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开放了他自己的身跟心哦。我觉得你跟他比较像是他愿意开放他自己的身体，以及开放他的心灵，他是一个很深层次的交流。所以这种性的结合绝对不是一个这种一夜情的关系，它是一个很深层次的关系。所以你们可以去评估一下，你遇到这个人，他是不是比较小心、比较谨慎的来对待你。好，还有他有没有尊重你？那我觉得他一开始不会贸然的跟你提出性的邀约跟性的邀请，我觉得他是一个一开始是这种非常的绅士、非常的淑女、非常的有礼貌。然后呢，一旦你们进入了一个就是真的有确定了一个连接的关系之后，我觉得他才会展开我刚刚说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在你们的身上。我觉得一开始他是一个就是像是比较君子，还有比较绅士，或是比较这种淑女的一个这个姿态来跟你接近。他是一个蛮尊重你的人哦。如果你没有给他一个很明确的表达，我觉得他是一个不会乱来的人。然后他也希望这样子是一个合意的交流，不是强迫来的。那这边呢出现这个魔术师，我也觉得他这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种性的能量结合啊，是一个很深层次的连接。我觉得你跟他完整的结合跟连接之后，其实你们显化的能量会非常的强哦。可能在物质上你们会非常的丰富，越来越丰富，然后打下自己的一片江山。然后呢，可能在这个生活周遭上，你们本来只是在计划，本来只是在期待跟希望的事情哦，我觉得会一点一滴慢慢的实现。那刚刚说过，这个人是一步一脚印，很自律，然后也是一个蛮辛勤的人。那我觉得加上你跟他结合之后，这个显化的能量，其实你们之前耕耘的东西，绝对都会体现在你跟他的一个生活中。而且我觉得本身啊，这个显化就是你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感情上的一个显化，就是你们就是他的这个梦中情人。刚刚说的 Seven of Cups， 这个好像梦中的幻影、梦中的倒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他会放下他的一切的傲氣，然后去深层次的跟你做交流跟开放，因为你就是有点像是在他梦里才会去想到跟梦到的人，但是却活生生的出现在他面前，或是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是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那你们的牌啊，第二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跟这个人的能量哦，好像是这个冰跟火、水跟火的一个感觉哦。你们两个啊是水火相融，就是你们两个的个性当中啊，是互补中有相似，然后那个相似的那个点哦，你们两个产生的化学变化、化学反应，是可以让两个人非常心中有共鸣、有心有灵犀的感觉。就是说呢，可能你们跟他有这种非常一致的价值观或是兴趣，在某一件事情上，假设说你们都喜欢吃美食，可是这个是细到说，你们可能都是喜欢吃饭，或是喜欢的吃面，或是喜欢吃辣，或是喜欢吃某一种特殊口味的食物哦，所以你们吃东西是很能够吃在一块的，或者是说你们喜欢同样的明星。或者说你跟他都喜欢看电影，或是喜欢哪一类型的那个电影，就是这个兴趣可以细分成很多不同的面向，你们的那个这种细致的这个面向是契合的。那如果都喜欢小动物的话，你们是比较喜欢猫还是比较喜欢狗？你们在这样子的生活的细节上，很多东西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比如说去旅游好了，有的人他是喜欢比较多购物的行程，有的人喜欢看风景、看遗产等等，看这种世界遗产等等的。那你跟他就是可以在这些细致的选择上达成一致，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相处起来是蛮愉快的，你不用做牺牲的感觉，你不用说我是为了要配合他的感觉，在这个生活的相处上，我觉得你们两个是蛮可以去一起过生活的。但我觉得你跟他的这种个性本质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可能你们两个的家庭背景、你们的职业是不一样的等等的，可是呢，你们却偏偏的可以在生活上达成很多的一个共识哦。然后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就是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外表，他的这种皮相，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像是俊男美女的感觉，他给人的感觉还蛮舒服的，就是他的颜值哦是在平均之上的。我觉得他身边蛮多人。就是他是一个很容易吸引到异性，如果同性恋就是同性的人，就是蛮多人受到他的吸引哦，就是就是有很多人会想要去靠近他。不过呢，从牌面上看起来，大家可以放心，这个人不是一个在感情中乱来的人。我觉得他心中是有一个分寸，然后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然后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基本上你们是一个蛮敞开的一个状态哦。不管你之前的状态以及对感情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你遇到他之后，你的心态是对于爱情你是敞开的，愿意尝试的。第一张牌就出现了权杖四哦。那权杖四它代表的是一个快乐，一个庆祝，一个慢慢稳定的成长，还有这个敞开的一个感觉哦。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这种温暖，他的这个爱是可以给你保障跟保护的。保障很重要，就是你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以及你不会好像常常担心这段感情会被别人抢走，或是哪一天他就不要你了等等的。我觉得你会愿意对这个人以及跟这个人共创的那个未来的这个经验，你们会很敞开。一方面是我觉得你会在跟他的相处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是非常受欢迎、非常被珍惜、非常被保护的。所以呢，你就会忘掉你对于感情的一些担忧、怀疑。可能有些朋友，你们过去因为在感情经验比较不顺利，遇到这个不好的人，然后给你留下了一些
创伤、一些伤痕，就是曾经付出全心全意，可是最后换来一个很冷漠或是很狠心的一个对待，导致于你们不再相信感情，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那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会让你翻转过去对感情的一个态度哦，它有点像是会超越你的一个限度，你可能就是本来对别人你都是有怎么说呢？比如说你本来有对别人都是开一个小小的窗户好了，因为透过这个小小的窗户跟别人交流，可是遇到他，你愿意开这个大门，让他这样子可以直直的走进来，就是你是打从心底欢迎这个人，欢迎这段感情进入到你的生命中，因为我觉得你在这段关系中会觉得很快乐，你可以一起跟他体验经历生命中的很多的事情，你们是一个彼此认同、彼此欢迎的一段关系哦。那我觉得你好像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就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你们两个在这样子的结合，就是在这样子的结合中，两个人都是安全的，是觉得有信心的。然后啊，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啊，他在财务方面哦，是一个怎么说？绩优股，就是他在财务方面，你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已经到达了某一种高度，某一种成熟的高度。这个是说呢，他可能实质的在事业上有了一定的成就，或者是说，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人，而且他可以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去得到这个金币，他有他赚钱的一个方式，一个能力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视感官体验，以及非常重视另外一半是否忠诚的人哦。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就是在一个肥沃的土壤中，这个土壤你不管种下去什么，都可以长出非常多好像很漂亮的植物，或者是这种参天巨木，因为这个本身的根基是好的。然后我觉得他会蛮宠爱另外一半，那他会觉得说，在他的世界中，你就是那个唯一，他会非常想要好好的去对待你。然后我们这边呢，还出现了一张这个死神牌，这个死亡蜕变新生的这张牌哦。那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个结合啊、相遇啊，真的是得来不易哦。你跟他在之前啊，可能两个人都有经历过一些比较不好的感情的经验，很心痛的、很辛苦的、很煎熬的。但是呢，我觉得你们也各自从各自的这些感情的经历中学习到了很重要的一课。很重要的一些议题，就是如何去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人，如何去辨识真正的你的灵魂伴侣，不要把错的人当成是对的人，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哦。那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会非常的想要跟你去展开一段全新的开始，就是完完全全是新的，两个人都忘掉过往的那一些不愉快。我觉得你对于他来说，很像是重燃他心中的爱的火苗。除了这个爱的火苗之外，这种感官上的欲望的火焰也被他也被你们燃起来了。因为有点像是飞蛾扑火，可是这个飞蛾扑火的结局不是毁灭，而是它是一只聪明的飞蛾，它可以去飞跃那个火焰的高度，它不会被火焰融化的感觉，不会被火烧的灰飞烟灭的感觉。那我会觉得啊，在这样子的连接，在这样子的交流中，其实这个人啊，是你命中注定的一个人，他是你怎么说呢？是你这辈子值得去享受、值得去拥有的一个感情、一个爱情哦。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在他的生活上，在这个生活的细节上有很多独特，就是自己独特的一个观感的，还有独特的一个品味的。比如说他呢，非常的会穿衣打扮，而且这个是有他
独特的一个风格的，你一看到就知道，哎，这个是他来了，或是他说话的方式有一种你觉得特别的俏皮、特别的幽默，或是有一种特殊的风格等等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他本人的一个标志、一个标签哦。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会生活的人，比如说他可能会做这种调酒，或者是说他知道哪里有什么东西好吃。然后呢，他知道，哎，有哪一个地方是有秘境的，或者是说他是一个蛮会拍照的人，然后就是生活的有一些细节，你跟他相处起来会觉得，哎，这个是一个蛮有情趣、蛮有情调的人。那有的朋友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会煮美食之类的，他的这个手艺不错。好，那有的人是，我觉得他的音乐的这个细胞还不错，或者艺术的细胞还不错。你跟他在一起之后，某一方面而言，你也的这个视野也被他打开了。然后金币石啊，这边我觉得这张牌是一张蛮繁荣的牌哦，它代表的是外在的财富跟内在的财富。也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倾向跟你的结合是一种。有点像是传统的结合，他跟你在一起之后，他就会想要循着这种结婚啊、生小孩的这样子的路线去进行哦。它是一个这种，就是一般人所认知到的这种幸福的模样。然后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呢，彼此对彼此的运势是有所提升的，你们可以在一起过的是一个。就是财富上绝对是一个足够的，是一个不予匮乏的生活，是一个好的生活。那这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人他的家庭的背景还不错，或者说他家是有一些房产，有一些土地是可以去过给他的，他可以继承到这一些。金钱的，那有的人是这个人他本身的工作就是稳定的，他的这个有一技之长，赚钱的能力不错的。那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啊，基本上你们过的这个物质上的生活是蛮稳定，然后是一个安全的，不需要去担忧的。而且啊，这里还有一个讯息就是。你必须要往内看，除了外在世界的这个财富，两个人一起经营的这种美好的生活之外，你还要往内看，因为这个人呢，他有一种想要守护你的一个心情，他把你视为他生命中比金钱还重要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事物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他是。会只要江山不要美人，只要他的名誉、个人的升迁地位，那个是排名第一的。可是我看到金钱对于这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他想要守护重要人事物的一个心情，想要守护你的一个心情哦。对于两个人在一起，他会感觉到。跟你的关系稳定之后，可以让他心中有一个安全感跟安定感。然后啊，这张牌也要就是告诉大家，你必须要去体认到他所为你做的那个一切，包含一些很细节的在生活上的帮助哦，这些东西都需要你们张开眼睛去看，张开眼睛去体会。然后有一些朋友啊，你可能过去有跟原生家庭、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就是你们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争执，或者说你觉得你受到限制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啊，也有助于化解你跟他。原生家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点像是因为你们的心被这段爱疗愈了之后，你其实可以用你更大的爱去爱你的身边的家人，看待他们是以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的。然后啊，我觉得你跟他的这段关系是非常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当然，你跟他在一起还是会有这种
冲突啊，意见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冲突啊，是让你们可以互相更加理解彼此的一个想法，而且你们就是那种吵都吵不散的人，虽然他吵到非常的生气，就是一气到不想要跟你说话，或者说你气到不想要跟他说话，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一个情形，可是呢，你们还是想要跟对方走下去，没有说因为我跟你就是闹得不开心不愉快，我就觉得好累哦，我要重新再去找一个人可以更适合我，然后跟我相处更愉快，我要离开你，或者是说我要威胁用离婚啊分手来做威胁，我觉得这一组牌不会。你们即使两个人吵到气嘟嘟的不说话，好，或者是说一个人就是生气啊、离家出走啊等等啊，或是气到封锁，都不会让你们的感情的根基有所动摇。这种矛盾跟冲突是正常的，你们过了之后还是可以去经营这段感情的。就是你跟他有这种。不管经历了什么波折，两个人的这种心啊，两个人的手啊，都还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感情中啊，你们两个哦都是属于有自己的事情要去专注、去忙碌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跟他好像有一段时间是各忙各的，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他这一方会需要比较多自由的空气，他需要去冲他的事业，他有其他在专注的，可能是打电动啊，或是运动等等的，就是有时候会这样，有的时候是你这边哦，你就是突然对什么事情很感兴趣、很着迷等等的，但是在这样子的关系中，虽然有的时候你们两个好像连接的没有那么深刻，就是各忙各的，他有他专注的事，你有你专注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代表说感情不好，而是你可以在这段关系中自由的展现真实的自己，对方也是。你跟他在这段关系中，两个人都有维持自己的一个独立性，谁都不是依附于谁的，谁都可以在这段感情中，两个人都可以在这段感情中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茁壮，继续的去做好你们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你跟他就是你跟这个人哦。相遇的这个契机，相遇的这个场景啊，很可能就是从一封讯息跟一个简短的对话开始的，可能是在网络上他先丢了你，或是你先丢了他。然后有一些朋友，我会觉得你跟他的关系是从某一种合作。项目开始的，可能是你跟他在这个公事上有合作，或者是说他是你的一个客户等等的，或者是说你需要完成什么样子的一个任务，或是你想要去学习什么样子的专业，然后你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你遇到了这个人，或者是说，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专业的朋友，他在介绍。怎么说？就是有你身边的有这些专业经验的朋友啊，你想要去学习这个专业的经验，而这个人呢，刚好又是属于他们这个圈圈的人，对，也有的人是你是有亲朋好友介绍的。那我觉得你跟他相遇之后啊，你们会有这种很强烈的一个欲望在彼此的身上啊，跟他的这种工作形象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我觉得他在他的个人的这个生活上啊，是非常有情趣、非常有情调、非常有魅力的。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只要他没有被工作弄得精疲力尽的话，我觉得他其实是蛮愿意经营在这个气氛啊、这种爱啊等等的。你是可以跟他体验到所谓如电影般、如小说般的浪漫情节。他是愿意，如果是男生的话，他是愿意就是铺满满地的玫瑰花跟你求婚等等的，他是愿意去打造那个浪漫的场景。同样，如果是女生也是，我觉得女生的话，她也会就是做一些令你觉得很贴心、很惊喜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有能力的，而且有意愿去经营这种浪漫的仪式感的人哦。如果你生活中遭遇一些比较低潮，就是
比较难过的时期，他是愿意做一些惊喜，就是让你回家眼睛为之一亮，可能某一种为你打气的方式，他是愿意做这些来去经营你们这段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用心的人，然后我会觉得他这个人的能量啊是非常令人就是感觉到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好，这个正派是说呢，我觉得他如果跟你确定交往之后，他进入到的是一对一的关系，比较不是开放式的关系。也许在没有跟你确认关系之前，他会有一些探索。可是当他确定你是他的唯一之后，我觉得他就会把他的身心灵都奉献给你，都是就是只会为你而敞开的感觉。那我觉得他跟你的这个接触啊，也是属于这种慢慢增温的，慢慢的让你啊熟悉他，让你对他有好感，让你慢慢的把心交给他，对他敞开。他是有他的步骤，他是有他的计划去拿到这个9个杯子的。他不是说我一下子就要打到本垒，我一下子就要指导核心，他是有计划，一步一步的慢慢来。因为一方面他很尊重你，他想要去了解你的步调，了解你的节奏，然后呢，他也给你一个空间。如果你还在观察，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他会先退后一步，然后呢，他会给你时间去考虑，去做决定。然后我觉得呢，他自己本身他的内在啊，也会去看，也会去观察，也会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就像爬阶梯一样，越来越达到他想要去的目标。而且当他每往上爬一阶，你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之后，我觉得他的内心会越来越笃定，他是非常的认真的想要去寻找他的这个可以跟他共度一生的人生的伴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会需要一步一步的慢慢爬上去，慢慢的达到最后所谓的那个终点。在这个过程中，我看见有的时候你跟他可能各自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稍微疏离的，因为你跟他工作可能各自都有需要去专注的，或是说学业上、生活上，这个会造成两个人某些时候的能量的连接是没有那么紧密的。但是这一条线是不会断的，因为你们最终啊，就是要从9个圣杯再往前跨进那一步。我看见你跟他其实就只差最后1里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是在稳定的感情中，我觉得你跟他就是已经快要达到那个终点了。如果你们身边有在谈感情的对象，我真的觉得你们2个离最后的那个幸福其实不远了。这个人他是非常认真的在对待感情的，他并不是说我想要尝试，我想要试试看，不合再分手，没有的。他是一个很严肃的、很认真的，他想要去跟你发展，他想要去跟你走下去的。他是一个在感情上已经成熟的人，然后他想要找的人也是一个最后可以跟他在一起携手共度人生的那个人哦。好，这边有一张这个审判牌出现了。那审判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像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机点。有一种就是你觉得从前已经结束的那个恋情，重新的被复苏，而且是在一个很意外的状况下，把握住某一个特殊的机缘，一个很转瞬即逝的机会之后，重新的发展开来。所以我觉得选到第2组的朋友，你遇到的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旧人，你曾经跟他有过连结的人哦。那或者是说呢，你经历的某一种你内在的蜕变，内在的一个转变、救赎跟解脱，各种身心灵方面的一个蜕变，然后你们有一种重新活过来了，重新生还了的感觉。在这样子的过程中，这个人出现，这个人降临哦，就是说我觉得这张牌啊会有一个很大的意涵，就是
某一些你认为已经完完全全的失去的东西、失去的人，会再一次的出现，而且是一个奇迹般、意外般的出现。它会使本来这种可能紧张的状态，或是说不抱期待的状态，会有一个很大的缓解、很大的疏解，有点像是过去你跟这个人在爱情在感情的连接上产生的那些痛苦跟悲伤哦，现在那些东西已经被治愈好了，已经结束了。你跟他之间如果本来可能有距离的阻碍，有一些经济的阻碍，有第三方的阻碍，那个东西已经被移除了，旧有的困难已经消失了。消失了之后，这个感情，这段爱情终于可以重新的被连接，重新的浮上来了。有点像是一直以来这一条路哦，都是被隐藏在海水底下，现在潮水退了，这条路浮现出来，它终于能够走向你的感觉，终于能够找到真爱的感觉。所以这张牌的出现也代表说，大家要有一点耐心，最终会得到一个答案跟一个这种救赎的，你们会从那种旧有的一个困难、旧有的一个感情的不顺利中被解救出来。你们的关系如果曾经有一些心结、有一些困难的结的话，它是会被打开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打开并不是说你很努力的去解开这些结，有点像是时间到了之后，这些困难自然的就被时间去冲淡，而且冲淡之后啊，有点像是这个门，你心中的那个门被打开了，这一道门本来可能堆了非常多的杂物，你是没有办法去打开的。好，现在时间到了，这个杂物都被移开了，你打开之后，你会看见在关系中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宝藏的，它会从你的内心深处浮现出来。我觉得它是需要你去抓住的，不要让它再一次的失去。那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母胎单身，你就是完全没有旧人，也没有这种暧昧的对象的话，我会觉得这一张牌它代表的是，你们过去可能有一些梦想，有一些计划，或者是说，你对于自己啊有一个想要完成的一个人生清单。但是过去因为一些因素没有办法执行，然后你再次重新的想要去启动你的这个人生的时候，这些计划、清单、梦想，这些过去做到一半没有做完的事情，你想要去把它延续、持续下去的那个过程中，你遇到他了，他可能是一个跟你想要去相同方向的人，也可能是在这一个你完成梦想清单的这个路途中给你提供建议的人，或者是说呢，有一些人就是在这样子的路途上替你穿针引线，帮你们两个人就是牵线，让你们两个人可以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你在人生中的某一个转捩点，然后在你去拾起那些过去曾经放弃的那些事情、人事物的时候，你跟他相遇了，他是你的一个帮手，他是你一个想要去珍惜的对象。你们过去啊，如果有一些好想要做的，一直没有做的事情，赶快将它动起来，赶快从脑中的那个想法，将它进入到执行的阶段，因为很有可能就会在这样子的路途上遇见你的一个真爱哦。然后啊，再看一下后面的这两张牌哦。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就是快很准的人，某一方面是一个很精准的人。刚刚说过，他其实会有他感情上一些判断，感情上的一些思索。基本上他是一个不想浪费时间在不对的人身上，或者说不想要浪费金钱在不对的人身上。如果说最后他没有跟这个人走在一块的话，他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好像帮别人养老婆，或者是说我是在投资一个未来别人的老公。我觉得他是不会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确定你就是他的那个唯一。他一旦在他心中下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就是想要跟你建立起很稳固的家庭哦。他在人生中是有某一些优先顺序的，那他遇到你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就是想要定下来了，或者是说你们再次相遇的时候，他就是想要定下来，他就是想要进入一段
稳定的一个关系哦，他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他不是开玩笑的，他真的是很认真要把他身边的那个位置去把它填满，然后呢，他真的遇见了你，他会对你非常的忠诚，我觉得他对你有非常非常多的爱，然后非常非常多的欣赏。这种爱是一个平等的爱，是一个可以，就是你们可以感受到被宠爱，可是不是一个好像爸爸宠小孩的这种。我觉得他把你放在平等的地位，他是宠爱你的，但是他同时也尊重你，他是一个在感情上已经是蛮成熟的人，而且如果是旧人的话，我觉得你们之前呢经历过那些风风雨雨，以及感情中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再次相遇的时候，刚刚说过的审判牌，它会让你们把那些不能突破的阻碍都去突破，然后基本上你跟他再次相遇的那个连接的节奏跟速度会是蛮快的，而且它会让很多人去祝福你们。家人啊、朋友啊，他都会觉得，哎，你们的这样子的结合哦，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结合。另外啊，这边出现 Elder of Cup， 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一旦明白他内心真正想要追寻的感情是什么之后，他基本上他的心就会变得很安定。很安定是说，我觉得他不会在外面乱来。他不会做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应酬，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为了工作事业，他会去做一些应酬，但是他知道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他也不会酒后乱性，然后也不会被勾引什么的，因为他的心基本上蛮安定的，蛮沉静的。这是因为刚刚说过，你跟他在这个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想法都有非常高度的这种雷同跟接近。比如说，你们两个都是喜欢乡村的人，你们两个都是喜欢居住在比较亲近的这个房子，或者你们都是喜欢都市，你们是喜欢热闹的。你跟他的生活细节上有非常多的相似点。他知道除了你之外，他再也找不到这么能够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人，因此他的心是很安定的。其实他身边出现很多条件很好的人，长得很好看，或是很会赚钱，然后各种魅力等等，他都知道那些东西哦，比不过一个可以跟他好好相处的人，以及三观一致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啊，你们一旦相遇之后，你跟他的感情会走得非常非常的远，非常非常的深。就像这条鱼一样，他会直指目标去拿到他心中唯一的一个圣杯哦。所以我觉得你跟他两个人一起共同经历的、一起显化的那个感情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完美哦。你们是可能一动一静，或者是非常的互补，可是在生活方面上又能够生活的非常的愉快，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哦。你们的这种能量啊，是阴阳平衡的，是一个很稳定、很温和的一个能量。然后这段关系啊，也是经得起现实考验的一段关系。那在两个人的相处上，我觉得在关系中比较阳性的那个能量，比较火象的这个能量会主导这段关系的进程跟发展哦。很大一部分它会决定这个火象的能量，关系中比较火象的能量，比较阳性的能量的这一方哦，会去规划，会去怎么说？什么时间点应该做什么事情？是这个阳性的能量会去执行，执行力很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啊，是有很深的一个连接跟很深的一个执着的。你们不只是要经营彼此的一个关系，还包含了你们整个的一个人生哦。感情是整个人生中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段关系，这个感情可以让你的生活，让你的人生充满了很多这种积极正面的想法，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精彩。我觉得它呢，
不是一个你来到你人生中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难题、一个课题。如果是你们有议题的话，并不是在这个人身上，你可能本身是有一些感情的课题，你需要去完满，需要去完善。你可能跟某一些人有一些纠葛，有一些纠结，你必须要在这一辈子去还他之前欠他的。可是你跟这个人不是，你们不是一个互相欠债的关系，没有谁欠谁。你们这次的相遇就是要为了彼此相爱，你们是要发展出一个好的连结的，你们是要去打开你们心中的这个灵性的大门，打开之后，后面是一个无限的未知等着你们彼此去探索，然后最终这段感情啊是会开花结果的。好，然后啊，我们再来帮大家看一下，哇哦，令大家期待的亲密关系的这个部分了。好，这个人究竟会跟你发展出怎么样子的一个亲密关系呢？非常的令人期待。好。好，先说，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呢，他跟你在一起，他是会想要去有小孩，有一个后代的。就是呢，如果在你跟他的这种经济成熟度、身心的稳定度都达到了某一种状态，而你们可能就是在没有预期的状况下有了这个孩子，我觉得他是很开心、很期待、很欣喜的。他是一个就是愿意跟你去拥有小孩的一个人哦。然后接下来呢是。我必须说啦，这个人他一开始其实不是很知道要怎么样跟你在性上去碰撞、去互动，但是呢，这是一开始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男生跟女生想要的那个性啊，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觉得最后你跟他的这个。性的体验会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体验，因为我觉得对方在性上是一个蛮温柔、蛮体贴的人。可能一开始他对待你的方式跟触摸你身体的方式，不见得是你最想要的那个方式哦。可是啊，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是，就是随着跟你互动的过程中，他慢慢的抓到了那个点，一次两次之后，他抓到了，他知道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你去放松，让你去愉悦，以及让你达到一个很兴奋的感觉。我觉得它会让你的身体有非常多细致跟丰富的一个感受。就是很神奇的是，我觉得这一组的牌啊，很多朋友你在一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在这个性关系上没有这么 get 到你的点的人，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这样子会不会就是你们会心中有一些疑虑。可是真的是就是一次两次之后，我觉得他就会进入到你身体的那个流动，他会知道他的开关会被打开，他会知道要怎么样跟你的身体对话。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这个人他是会帮你的身体去按摩的，他是会用一种我觉得是很独特的方式去触摸你的身体，触摸你的肌肤。然后这个不是用他的头脑去想要怎么做，而是他的身体自然而然的就去融入你，他知道你想要在哪里被触碰，你们身体的能量是交流的，他的手要什么样子的移动，要用什么样子的力道，或者说在哪里要留久一点，它都能够去配合你身体的流动。所以我觉得经过了前面几次可能不是这么的好像前面几次可能不是非常的顺畅之后，我觉得他会得到他会知道你想要的那个性的体验，而且是一种不是刻意而来的，就好像你们两个的呼吸，你们两个的节奏，就是都能够配合了那个频率。所以我觉得你们只要很专注、很用心的去感受这样子的交流，这个体验是非常独特，只属于你跟他很神秘又很和谐的一个状态哦。我觉得它有一种让你的这种身心灵都被打开了，好像是通往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通道的感觉。你完全的能够跟他
合一结合，你进入到他的身体，他进入到你的身体，那个是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忘我，有点像是很迷幻的，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愉悦会让你们让你们在日常的相处中很多时候会用一个更美好的眼光来看待对方，因为那个愉悦感是可以让你扫除一天的不愉快，而且还可以持续的很久很久的感觉。那有些朋友啊，我看到在第二组的朋友，你跟他如果是这种比较远距的关系，或者说平常见面的这种次数，不是说天天可以相遇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在特殊的仪式，或者是特殊你跟他的一个纪念日、特殊的节日、特别的这种日子，或者是说你们久别重逢的日子，他会精心的为你准备一个，比如说，很好的一个饭店，一个很特殊的场合，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平常不一样的环境中，我觉得你跟他会有一种干柴烈火、欲火焚身的感觉，你会想要把它吃掉，他也会想要把你吃掉，就是非常强烈的对对方的一个渴望。你们会互相的拥抱着，然后互相的欢愉着，互相的战斗着，就是很紧密的感受到彼此的碰撞跟摩擦。我会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非常美妙、非常棒的。然后啊，有另外一种就是，我觉得他会在你很不知情的状况下，突然的把你抱住，然后那个时候啊，可能不是一个特别适合进行亲密关系的时候，或者是说亲密关系的一个场合，可能你们就是，我觉得他有时候会在一种比较刺激的，可能。如果你们结婚之后，然后外面是有小孩，或是说有其他人的话，他会以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去逗弄你，去引诱你，就是聊起来了。可是你那个情况又没有办法，就会让你觉得有点又恨又痒的感觉。然后你们会把这种情绪好像稍微压抑下来，等到外界的一些障碍清空了之后，你们就会开始大战一场的那个感觉。然后他在这个整个的性的这个体验中，我觉得它不是一种就是泄欲式的冲动，或是血气方刚的冲动哦，他是会愿意好好的去品尝这样子的关系，因为他重视你的感受，他并不是那种完事之后就直接睡着，或者说直接离开的人哦，因为那个好像就有一点像是泄欲。我觉得他呢是会跟你，比如说一起谈天，或是一起洗澡，他是一个会有节奏感跟层次感，很浪漫、很体贴的人，而且。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一种流动跟结合，他不需要太多高超的技巧，你们两个都可以去找到你跟他舒服的一个方式。Hello，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一个为你疯狂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呢会抽出有关于亲密关系的牌卡来帮你们看一下这个比较害羞的部分。那我们呢，首先这个第3组你们对应到的这个人呢，我觉得你跟他有一点，就是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这种童话故事的味道，就是这种。白头偕老，那你跟他的这个生活啊、相处啊，我觉得他走入到你的生活之后，你跟他会充满了很多欢声笑语。我觉得你会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你是开心的，你是顺畅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让你去觉得生活中是有很多期待的人哦，就是有的人他来到你生命中是要让你成长，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来到你生命中，他不是要让你经历一些痛苦然后成长，让你去掉泪的，不是这一种。相反的，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即便他会让你哭，我都觉得那个是一个因为感动而流下来的眼泪。那我觉得这个人他蛮知道，就是怎么样让你开心。当你低潮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讲一个笑话，或者是说，
讲一个什么话，你们就会觉得哇，怎么那么有趣，就不自己笑等等的。那而且很特别的是，他这个笑话，他的这个幽默感，然后他说的这些东西，不一定其他人能懂，可是你们就能够懂，你们是能够去理解他的那个幽默的人。我觉得他某一方面是这种蛮可爱的，然后蛮幽默的，然后我觉得在他的眼中啊，你们的样子有点像是有一点小恶魔，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你们就是有点吸引人，可是又有一点令人又爱又恨，有一点小恶魔的感觉。那我会觉得你跟这个人在能量上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呢，我觉得你们两个好像会，有的人可能是你们在同样的这种工作领域中，或是对同样的这种东西啊，比如说灵性啊，或是对于环保啊，或是对于这种动物啊，或是对于这种饮食啊，有特别的研究哦。就是我觉得你跟他是会一起去参与某一个共同的活动的，比如说你们可能都喜欢去登山，或者说你们都喜欢去这种背包客的旅游，就是某一种特别的这种旅游方式。我觉得你们两个是有共同的兴趣可以聊的，或者是你跟他有共同欣赏的一个这个歌手啊，一个明星啊，或是你们共同喜欢去看球赛等等。我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会蛮舒服的，就是你们当中有这种悠闲过日子，跟这个人在一起哇，可以去体验人生中很多的愉悦啊，很多愉快的约会的这种味道在。然后呢，他就是这一段恋情啊，我觉得你跟他蛮活跃的。所谓活跃，就是不是死气沉沉的感觉，两个人感觉不是好像都是很近的。我觉得就算是其中一个人本来是比较近，另外一个人也会就是拉他去这种户外多看看、多走走，或是去约会等等的。我觉得你们有蛮多在外的一个活动的，然后而且啊，我觉得你们如果是就是之前都是完全不认识，他是一个新人的话，你们会借由这些活动越来越对彼此熟悉，借由这些活动越来越加深你跟他的一个连结哦。然后必须说的是，这一组牌啊，好，你们也有一些朋友，你们遇到的是旧人，我们这边出现的是 Six of Cups。这张牌呢，就是6个杯子，大大小小都不同，然后其中中间的这个圣杯啊，它长出了回忆之花，那有一点雨露均沾的感觉，每一个不同颜色形状的杯子都分到了一朵小白花，我觉得这个很像是回忆充满在脑海中，在心中开了花。然后前面呢，我们是这个 Ace of Pentacles， 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很像是一个金币的种子，然后它是有翅膀的，所以呢，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旧人的话，很像是你跟他之前就已经有连结了，但是呢，可能当时你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在你生命中，在你心中是多么的重要，或是他没有意识到你们的一个独特性跟特殊性哦，然后你们跟他的这个连结种下了之后，这个种子种下了之后，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发芽茁壮，才会去开花，而且这个开花会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茂盛，就是它不仅是这个圣杯开了花，其他的杯子也都会分到这个回忆的花。也就是说呢，我觉得当它一旦心中的回忆开始发酵之后，那个感情是很泛滥的。这张牌它其实有代表是一个非常有回忆感、回忆画面的一张牌哦。有点像是这个人他在回忆他之前呢，在某个地方，然后在某个情境下跟你遇到。那这个并不是说一个这种执着跟执念，就是说，假设这是一段你过去曾经有连结过，后来又断裂的感情，我觉得这两张牌，它并不是一个执着跟执念，说我要找回那个旧人，而是它是一种很自然的流动。过去的那个情绪让我想起来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让我想要去回忆的，是一个让我现在想起来也可以让我的心中感到温暖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结。那因为这样子的连结，会促使他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可能是他会重新的
找机会跟你展开一段对话，或者是说他可能去回到过去你们两个有共同回忆的那个地方，如果你们两个有曾经一起住的话，或者是说呢，他可能会去找你们之间的这个共同的朋友，我觉得他会试着想要用他的方式去跟那个过去的美好记忆的这个连结再次联系上，但是他的这种连结不是这种执念，不是怨恨，不是说因为我后悔，所以我想要再次连结。我觉得这边比较有点像是我想要延续当初那个美好的记忆，珍惜的记忆，因为那个对他来说很重要，他会想要找回那个他曾经丢失的那个人。好，在茫茫人海中再次去寻找到的感觉。好，那这一组牌啊，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恋情真的是一个，哇，是一个会很快速坠入爱河的感觉，就像是你看到这个人，你就是很快的心里的这个欲望，好，心里的这个激情就被挑逗出来，勾引出来。这个人也是，所以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旧人的话，我觉得你们再次好见面的时候，其实有千言万语啊，就是尽在不言中。但是我觉得你们眼底彼此对彼此的期盼，那个是非常的强烈的。我觉得你跟他相遇的时候，可能好像周遭都充满了这种粉红色的泡泡，对于对方来说也是哦，就是哇，我好像就是整个人都是恋爱了的感觉。大家看到他就知道，哇，你是恋爱了，你们就是坠入爱河。就是我觉得这个牌有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能量哦。那如果这是一个新人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完完全全就是你的菜，他在各方面都是符合你的一个要求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很特别的是，就是大家知道一开始喜欢一个人，可能都是看一些外在，或者是说相处之后的一些细节等等，但是随着时间啊，相处越来越长，每个人的个性会有一些转变，容貌也会有一些转变。那我觉得这个人刚刚说他有一点童话故事的味道，就是他跟你认定之后呢，他就会跟你走到老，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承诺，以及他的一个性格就是如此。不管你今天是贫穷或富有，你是健康或者是你是生病，以及你的容貌是怎么样子的改变等等的，他都会要跟你走下去。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大会去很在意一些世俗的框架跟标准的人，就是只要你是他认定的人，他就是会喜欢你。所谓世俗的框架跟标准，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个社会男生的形象应该是要怎么样，女生的形象应该是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来衡量这个是一个好的男生呢？也许是他的赚钱能力，也许是他的外表等等。那要怎么样衡量一个好的女生呢？也许这个世俗的标准，大家都会用年纪啊、容貌等等的。那我必须说，这个人是跳出这些框架之外的，就是他脑海中本身就没有被这些东西给算是洗脑嘛，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判断的标准，而且对他来说，你也是很符合他的一个标准。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他会非常的兴奋，好像回到孩童时期的事情哦，我觉得他会很开心，跟他平常啊，可能在这个工作上，在这个朋友中，在家人中的那个模样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会互相说一些就是有点白痴，但是又很可爱的话，然后互相的撒娇等等的。特别是如果是阴性的能量，我觉得这个撒娇的能量就更强了。你们就是你们两个对彼此的吸引力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看到你身上闪光点的人，他可以看到你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值得被赞赏的。你可能本来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的优点，可是我觉得他是会看得到，并且他是会去鼓励你的。我觉得他的这个眼中啊，常常都是看见你好的一个地方，他会给你蛮多肯定，蛮多称赞的。然后
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阳性能量比较强的人，我会觉得他蛮重视肢体的一个接触，然后他也蛮重视这个肯定的语言，他需要被鼓励，需要被赞美。那如果这段关系中阴性能量比较强的这个人，我会觉得他蛮需要别人去提供一些实质的行动，就是不要空口说白话。有时候说这个甜言蜜语啊，还不如你实际的表现出来比较重要。以及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阴性能量的人，他是比较重视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你有没有专心的在听他说话，还是你在滑手机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个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超多正能量的，你会觉得你自己好像是可以有能力去完成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清单等等的，可能可以去做一些你之前想都不敢，就是想要做却不敢做的事情哦。因为很多时候啊，在感情中，随着你遇到的人不一样，你们在感情中表现出来的那个姿态、那个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在感情中会比较把自己缩小，好像是这样给对方比较大的空间，或者是说你们觉得对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所以在他面前会比较自卑、比较压抑自我。那我觉得这个人不会有，你跟他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你们会对自己更加的有自信。你如果本身是一个对自己不太有自信的人，我觉得他的出现也会改变你对你自己的一个认知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蛮喜欢你原本真实的样子，他不大会去用你今天赚多少钱，或者是说你的外表没有符合某一个特定的审美观来衡量你。我觉得他更在意的是一个动态的、活生生的人，那个情感上的一个交流，那个相处的细节等等。好，那有一些朋友啊，我看到的是这个人哦，他如果是一个旧人的话，我觉得他在心态上其实有经历过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指他离开了他本身就有的那个思维的框架，然后他去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去探索，就是有点像是，如果他是一个旧人，你们再次遇到他的时候，会发现他很多思想观念都不一样了。他可能本来是一个很大男人的人、大女人的人，可是你再次跟他相遇的时候，发现他懂得尊重、懂得聆听的。那我觉得这个改变呢，对他来说呢，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而且他有的时候呢，是一个非自愿的改变，好像是这个人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迫使他去检视自己在感情上的行为模式跟应对。然后他在这种慢慢的改变的过程中，其实他也不确定他接下来会前往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以及遇到什么样子的人，有点像是他就是慢慢的一边调整自己，一边往未知的境界迈进哦。然后我觉得他在这样子的改变接近终点的时候呢，这个刚刚说过，这个回忆的花朵，这个种子就已经发挥了它的力量了，它要开始爆发了。然后很多时候 Ace of Cup 它那个最初的最温柔的那个情感，就是像孩子一样最真诚的喜欢的那个情绪被打开了。在打开的时候，他连接到的那个人那个对象是你哦。好，那我们这边呢，还有看到 Explorer Pentacle 这个土象的这张牌哦，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人他本身蛮有这种家庭观念的，也就是说呢，我觉得他是一个会照顾家人的人。那当然，这个包含了他的原生家庭，还有你的这个家庭，以及你跟他如果有建立家庭的话，我觉得他是会爱屋及乌的那一种人。刚刚说过你们两个在一起是有很多户外的约会的这种活动行程，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进入到稳定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啊，对于这个人来讲，他反而喜欢就是跟家人待在家的时间，相处的时间久一点。我觉得他会花蛮多时间去跟家人相处。那如果因为对方的工作很忙，可能就是真的很没有时间的话，他也会
透过视讯或各种方式去表达他对家人的一个重视。如果他有小朋友，或者你们两个有养宠物的话，我觉得他也是会去细心的照料跟细心的关照他的。我觉得这个人的性格跟是一个很稳定的人，你跟他建立起的这个家庭，或是你跟他建立起的这个关系啊，也是会趋向稳定的，是一个不会令你七上八下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这个连接是让他自己可以很开心、很自在，同时啊，他也希望你在这个当中可以自由的去舒展开来。然后，我觉得他比较偏向是就是务实稳定的人哦。我觉得他在人生的规划中，他不大会去做很多投机或是冒险的事情哦。就是如果他要创业，他也会有一些一步一步的规划，就是他不会很胡乱的说，我有一个点子，然后我就借钱去经营我的创业梦。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务实的，一步一脚印的来实现他的创业等等的。就是我觉得他呢是一个会考量他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的人，他是一个对人生有规划的人。然后我觉得你和他蛮多这种程度是你们两个来自于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背景，甚至不同的语言文化等等的。但是在这么不同中呢，你们却非常的能够去跟彼此谈心哦。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特别的能够了解你，然后特别的能够包容你，就是不管你讲什么，他都会能够去接住你、接应你。所以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啊，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恋情，好像是上天给你的一个礼物，然后你会想要把它打开，你会想要跟他会想要把它拆封的。那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啊，好，如果是女生朋友的话，我觉得这边有出现一个女王牌、皇后牌。很多时候，在这一组的女生朋友啊，是比较怎么说，比较积极的，或者是说，在这样子的感情关系中，你们是那个比较接收，就是接收比较多爱的人。好，对方会愿意去待你如皇后、如女王。这个并不是说他是奴隶或是很卑微的样子，而是今天他就是一个国王，才可以待你如女王，待你如皇后，他可以给你这样子的规格，这样子的待遇。这个也是因为他在自己的人生中是有下过很多的功夫去努力的。他是一个会发光的人，他非常知道他自己在人生中要追求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出现在他的身边，出现在他的周围，他是会主动的，他看见你之后，他会主动的去追求你。这个速度很快，他发动的趋势是很快的。那就算呢，他没有很主动的话，我觉得他也会给你一些明示或者是暗示等等的，让你就是他会搭一个桥，然后叫你就是有点暗示你赶快走过来的感觉。然后呢，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啊，这个 Nine of Pentacles， 你跟他会享受蛮多，我觉得是很精致的一个事物哦。有可能是这个人从小家庭背景还不错，他懂得吃穿，懂得一些这种游玩的东西，就是已经不是人生的生存层次了，是一些就是自我需求、自我满足的层次哦。他会有点像是带你去打开这一扇门，看见有很多生活不同的体验方式。我觉得你跟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快乐的时光，然后你可以去感受到他对这段感情的一个用心哦，他绝对是投注很多心血在维护这段感情上的。
那当然，除了浪漫的这一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想要跟你稳定下来的人，就是你们的约会的这个气氛，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最终呢，我觉得他不会只有就是谈这些风花雪月、很浪漫的东西，他是会想要跟你进入一个稳定的连结，就是有法律上合法的这个配偶的关系哦，他会想要跟你合而为一。那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就有一种他一直在等的人终于出现了，那个他的好像所谓的真爱终于出现了。可能他真的是等了很久，他也不确定他这一辈子遇不遇得到，可是你的出现让他眼睛为之一亮。这个人本来可能之前是一个不婚主义者，然后遇到你之后，我觉得他会改变主意，想要跟你稳定下来，或者是这个人本来是一个事业型的狂人，可是事业狂，可是他遇到你之后呢，我觉得他会稍稍改变，他会想要多分配一点时间给家人，他会想要跟你相处一辈子，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人在他的人生中啊，其实是可以获得蛮多资源的，可能是他本身的这个家族是有一些势力的，有一些人脉的，或者是有一些房产，有一些土地的，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孤单的人。它是有很多人的连接在保护着。同样的，我觉得你们跟它结合之后，你们也会被纳入这个保护的体系中。就是这个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路，不会说好像破了一个洞就要掉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感觉上它的背后是有很多的资源，或是说有很多的一个贵人等等的。那我觉得就是你跟他的这段连结啊，还有一个讯息就是，刚刚说过他对你们是很用心、很投入的。反正我觉得一开始啊，你们当然也是喜欢这个人，可是我觉得你们会稍稍的，就是把自己的心保护的很好，你们会慢慢的一点一滴去释放自己，然后也一点一滴的观察对方。但是呢，你会随着跟他相处的时间越长，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把自己投入到感情内。你本来可能就是抱持着一种我虽然跟这个人谈感情，可是我也做好一个，就是我随时可以离开的准备，就是因为你们不想要有一天突然发生什么情况，自己被抛弃，或者是说，突然有人介入等等。我觉得一开始你们可能在这段感情中是为自己有留后路的，你可能还会去。保留一些就是这种可以发展感情对象的那个联络方式等等，有些朋友是这样子的。可是随着你跟他的这个交往，或者是说你们进入到深层的稳定的关系之后，我觉得你反而更加的想要去靠近他以及依赖他。你过去的那些因为害怕被好像抛弃的那个恐惧哦，反而不见了。那这个比例反而就有点颠倒过来，我觉得你们反而会是更加的需要他，更加的在这段感情中愿意去投入的人。那当然，我觉得他也是很爱你们的，因为这个爱反而使你更加的离不开他。那我觉得你们甚至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观念是为了他调整的，就是可能就是生活相处上有一些细节，你会因为他是那个样子而去接受，可能你本来不见得是那么能够去接受的，但是因为他，你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些调整、一些改变。好。比如说，你可能是本来是一个比较对这个整洁有所要求，就是比较洁癖的人。好，那今天对方是一个稍微不修边幅的人，你本来可能会觉得啊，我绝对不要找这种，就是这个比较不会收纳，或是说就是这种没有跟我一样很整洁的人。可是我觉得你们遇到他之后，有点像是好，那如果他今天这一块比较不行，那你们就负责收纳啊、打理等等的。但是他其他地方啊是会有长处，是会有优点的，你会去看待他那个优点。那他做不来的事情啊，我觉得如果是你们的长处，你就自己会把它吃下来跟分担掉。我觉得因为你爱他，你们其实也愿意去做蛮多的改变的。那我觉得你们之所以愿意
这样子去就是调整自己，是因为他真的对你们很好。有点像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找不到除了他之外对你更好的一个人。我觉得甚至他是你跟他虽然没有血缘，可是他这种连接的深度是超过有血缘的一个家人的。你可以在他面前放心的去展现你脆弱的那一面，或者说放心的去依赖这个人哦。有的时候你们想要偷懒一下，或者说想要去放松一下的时候，是有人可以去帮你处理一些琐事的。然后我觉得你不会害怕自己在感情当中是比较弱的一方，因为有的时候在感情关系中有一点有的人是，有一点竞争关系的，就是今天你自己赚多少钱，然后对方赚多少钱，那是不是赚的钱比较多的人说话会比较大声呢？然后因为经济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啊，那会不会因为自己赚钱比较少就被对方掌控？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关系中是不会的，因为呢，这个关系不是一个比较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哦。我觉得他想要跟你的连接是一个，因为你是你，所以我喜欢你，而且你在这段关系中越说出你的需求，然后越去跟对方沟通的话，我觉得他其实能够会更明白你，然后更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相处模式去跟你相处。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人他要跟你结合，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他爱你，然后他看待幸福的方式是，他的信念系统是，他对于爱，他对于喜欢的人，他是想要跟他保持这种稳定的关系、长久的关系，可以一起走下去，进入家庭的一个关系哦。那他也知道，就是两个人要谈爱，不单单是只有爱，还有一个是包容。也就是说呢，他要去包容你，然后也请你要去包容他，你跟他才可以两个人共创，然后共同结合出一个自己的一个家庭哦。他其实明白哦，就是你今天你的幸福或者是不幸福，不一定跟他有关，就是他可以给你们幸福，因为他爱你，他想要给你幸福。但是今天没有他，你们一个人，你们也是有办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丰盈跟丰盛，以及自己的幸福。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就是你们两个可以再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你们对于幸福有一个共同的想象，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系统，你们都是想要走入家庭的，你们都是想要这种有承诺的契约关系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只想要谈恋爱不结婚，或是就是当伴侣就好，或者是说开放式的关系有很多种。那我刚刚说过，这个人某一方面他是比较传统的土象的这个能量，他会很想要跟你就是有建立一个真实的这种有法律契约保障的一个关系哦。那我觉得在这段关系中啊，你们对他的这个真心是不需要有太多的猜测跟自己的想象哦，反而是我觉得他这里哦比较这种闷骚嘛，或者说比较有自己的一些小剧场，他很需要你去在乎他。那有的时候你讲话语气比较冷淡，或是回的讯息比较慢，他就会想说啊，你是不是没有那么喜欢我了？他就会有一种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那么。就是你的这个喜欢的程度是不是下降了？这个人他也是一个蛮需要你们去关注的人，在感情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刚刚说过他会把你们对你如皇后，同样的你也必须以热烈的仰慕的眼神去关注他，去表达出来。好，你一定要跟他说，一定要去表达出来，不管是用这个肢体的接触，还是实际的这种行为，或是打字等等的，你要让他知道，他很需要
去明白这件事情，而且不是说你今天说了我爱你之后呢，好，就是可以隔了好久之后再说。我觉得他是很喜欢听到这些话，然后很需要知道他是你们身边重要的人。那在这段感情啊，其实一开始你们会有蛮多希望对方去，就是达成的事情有点像是你对于这段感情，对于对方是有蛮多的期待，然后渴望对方可以去满足你们的那个期待但是呢，在这当中，我觉得你们两个会经历一些磨合，就是什么东西是你期待对方的，可是可能不是对方自己真的想要去做的，以及什么东西的责任应该是负在你身上，可是因为你想要去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就把这个东西这个期待放在对方身上。我觉得你们当中是有这样子不断的交融不断的磨合的这个能量，在你们融合为一的这个过程中，有点像是你有一些东西被他磨掉了，他也有一些东西被你磨掉了，然后两个人在这个当中去做一个健康的沟通跟一个适度的表达。然后我也觉得你在这段关系中，你的心境上有很大的一个整理，包含从你以前的感情到现在跟他的这个关系中，你会好像做一个大统整、大复习，然后去检视、去察觉你的内在。那我觉得你会得到一个真实的结论，就是你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幸福，然后你会试图的在跟他结合的过程中，我觉得你们会就是比较多的去考量对方的立场跟对方的一个想法，就是从一开始是你们有很多的期待加注到对方身上，到最后你有一个换位思考的一个解读，就是不是说你的偏向是怎样，你的爱好是怎么样，对方就一定要去配合那些细节。那你们所想要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幸福呢？我觉得在这副牌中也有一个跟对方一起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创造出属于你们幸福的那种能量。好，那我们再来帮大家看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令人兴奋的这个亲密关系你跟对方的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模式会是什么好 ，Six of Cups, King of Cups, Judgment, Ten of Pentacles。哇，吊人牌，好，命运之轮。好，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个，就是在亲密关系上呢，是一个，我觉得他会把你就是视若珍宝，他会很珍惜你跟珍惜你的一个身体。好，那如果说你呢，你对于这种，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性的需求跟频率是不一样的，我必须说在这一方面他是会尊重你，他不会去勉强你以及违反你的意愿有的人对性的需求其实是没有这么高的，他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就令他感到这种高潮，不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结合。我觉得他是蛮愿意去倾听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的，那这一块很重要。然后我觉得你会借由跟他的这个连接达到生理跟心理的满足，有点像是我吃饱了之后，我食髓知味，我还要再吃一次。基本上这个人的这个外形，他的身体是你的菜，所以他是一个可以去引发你性欲的人。同样的，对于对方来说，你也是。你看这边有一个就是好小男生，他捧着一束花给这个女生我觉得啦，他呢是会把前戏铺好铺满的人，就是
这些浪漫的东西，就算他不会，他也会上网去查，然后好学习一下别人怎么做等等的。他希望它是一个可以一再被光顾的这种餐厅嘛，就是他希望你是会喜欢，就是跟他进行亲密关系，然后会希望一直是持续的一个关系哦。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结合会让你们感到满足，然后提升你对于他的一个好感跟那个爱，还有提升你跟他在关系的这个积极性跟动力哦。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对方会去感觉，而且也会去看你身体的一个姿态。好，如果是以女生的角度来看这一组牌，我觉得对方呢，他会去看哪一个，就是他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你的身体、你的胸部、你的腿，然后他会觉得哦，从这样子看起来你是好像这个线条曲线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你们呢，也可以多多的去开发他的身体。我觉得他呢是一个喜欢你们去就是探索他的身体的人哦，包含了他的这个各种部位啦，就是头颈、肩膀、大腿等等的，就是每一个部位你都可以去试试看，抚摸看看，亲吻看看，他会觉得。应该说有一些点，他是以前没有想到，但是被你们就是触碰按压之后，他会感到很幸福、很兴奋的。那在这样子的关系中，是一个互相取悦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你们是可以直接去说明你想要什么，然后他才有一个方向，他才有一个指令或者是说目标，他可以去做。那当他照着你给他的这个明示暗示去做，去执行，然后你们感到很愉快的话，他其实会有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的有信心，他也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这一段这个亲密的这个亲密关系上。从亲吻开始啊，从拥抱开始啊，你们两个会慢慢的燃起对彼此身体的一个欲望哦。然后呢，好，这些欲望有点像是可能被束缚了很久之后挣脱开来，透过这个挑逗啊，然后将这些所有的欲望都释放，然后整个感官的刺激会到达一个高峰。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对方耳边低语，或者是他在你身边耳边低语，那个是可以非常的触动彼此的灵魂的。不管是各种性感的话、露骨的话等等的，还有含有满满爱意的这种称赞啊，都会让这样子的亲密关系更加的顺畅哦。而且我觉得你跟他是一种相撼离离，就是毫无保留的一个这种连结啦。好，随着连结呢，是会让你们的亲密感更加深的。在这个连接中的每一个过程哦，都是身体跟心灵的一个享受。我觉得不是单纯只有身体上得到一个满足、一个高潮，而是我觉得你在心理上会有一个被爱的感觉。你能够在这样子的关系中感到安心，并且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交付给对方。你们不用假装的去表现，或者是说忍耐，你可以放松，你可以解放，就是解放你的身心灵的感觉哦。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性的关系中，你是能够去让自己感到满足，而不是去配合对方的。因为这个人他不会把性关系当作是他最终的目标，他最终的目标是你开不开心，以及你的决定，你爱不爱他。所以呢，我觉得他会尊重你。那我觉得他呢，在这一段关系中是
很需要知道自己被渴望的，他的身体是被渴望的，这种被渴望的感觉哦，让他在这样子的亲密关系中、亲密的连接中，带给他非常非常多的满足感。就是你要表达出一个你对他的渴望，你对他的一个邀约。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对方就是你们喜欢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你会去渴望他，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然后他呢，会希望你们在性关系中可以去占领一个比较主导式的地位，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因为被动的接受，感觉上就好像说你们只是去满足对方的需要，或是去配合他。但是这个主导性是他想要看见你对他的渴望，你对他的激情，跟你对他的热爱，他其实会有很大的成就感跟自尊被满足的感觉。好。那在这样子的关系中，你们的性关系是可以很甜美，然后很顺畅的。那是因为你们是先有性才有爱，你们的这个亲密关系就是你们两个爱情感情，深厚度的那个体现哦。所以你在这段亲密关系的连接中，感受是很好的。那是因为你们爱的基础是很深的。因为包含了这个拥抱、抚摸跟接吻，还有各种肌肤的接触，它都是对于自己身体完全的敞开跟暴露嘛。但是一个彼此最脆弱的时刻，这种身体上的不设防跟情感上的不设防，因为你们的这种不设防，这个防备心拿掉之后，才可以在这个性的体验中，跟他的亲密关系中体验到一个最深的一个满足感，然后他其实也会很希望透过这种亲密关系跟你建立一个更深厚的连结。所以这一组就是你们直白露骨的对他表达出你对他的渴望跟赞美，对他而言非常有用的，甚至是有一点就是稍微黄一点的这种对话他很喜欢。那有的时候你们在这个亲密关系上，你可以比较主导，可以比较强势，对他来说他会觉得对自己更有信心，因为他就是不会担心他自己是被拒绝的。那这个亲密关系绝对是你们感情连接很关键的一环，对方非常需要你，就是渴望他，就像他渴望你一样。因为他对你充满了兴趣，他也希望从你的眼神中看见你对他充满了兴趣，好像想要把他扑倒，好像想要把他吃掉，这样对他来说呢，是非常的感到有成就感跟满足的。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解牌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或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